咁全世界足球比賽停擺期間，冇直播之下，各個電視台咧都選擇播翻啲經典嘅賽事。咁我一直都想揾翻啲舊嘅比賽嚟做分析嘅，咁終於咧都唔使周圍揾片源啦。第一場咧就分析2009年爭議性極大嘅北京電視機。咁年輕啲嘅球迷唔知你哋知唔知發生咩事啦？不過留意翻呢條分析呢，只係針對兩隊嘅戰術，並唔會分析任何爭議性嘅判決。球證嘅表現留翻喺球例分析度講啦。咁先講下首回合，車路士係作客成功守和巴塞0-0嘅。咁今場次回合呢，只要繼續不失球，晉級嘅機會呢極大。咁首先講下當年哥迪奧拿帶領嘅巴塞先，咁當然係4-3-3作基本啦。三箭頭嘅伊杜奧牌面上係正前鋒，咁但係上半場呢，佢係企死喺左翼位嘅，而美斯靠右，但係有時會走入中間啦。恩尼斯特呢就係周圍走嘅。咁中場巴斯基斯喺最後嘅防中位，加上沙維基達。不過呢，沙維功用上就較多回後組織，基達就靠左邊負責前插，中堅爺爺托尼拍逼機。咁當年哥迪奧拿呢係仍然中意用中場打中堅嘅，旨在增加出球點。咁大致上戰術都係保持控球、流動嘅走位拉走對方，揾空位插入。咁基本概念同而家嘅曼城呢大同小異嘅。而車路士則用上4-4-1-1，但係就唔同而家嘅4-4-2配合緊密嘅防守啦。咁相信希丁克係針對巴塞作出嘅變陣，杜奧巴最前，林柏特墮後一格，同一隊中場艾辛、波利克形成三中場，咁係剛好對翻巴塞嘅三中場嘅。左右中場馬路達、安力卡對巴塞兩閘，艾殊利高爾、保辛華對左右兩翼，一個中堅呢就對翻前鋒，留一個中堅包圍，咁係一個人釘人嘅戰術。10年前佢針對哥迪奧拿嘅呢，都係用人釘人嘅。咁車路士以4-4-1-1出戰啦，杜奧巴最前等反擊，林柏特喺杜奧巴身後防守嘅時候呢，亦會積極回防嘅。咁然後四人中場，一隊中場中艾辛帕波利克，右中場安力卡，左中場馬路達，一隊左右中場呢，就主要負責防守巴塞嘅兩閘。而三個正三角嘅中場中，包括林柏特呢，就分別對翻巴塞倒三角嘅中場中，盡量就做到一個孖一個，減少巴塞中場嘅組織能力。而巴塞美斯位置偏右，伊杜奧長期靠左，咁打一個無鋒陣。咁車路士就用一對閘去 man mark 巴塞兩翼，恩尼斯達同埋美斯自由度較大，比較多入中路嘅。咁呢球恩尼斯達就喺中間出現啦，將奉行人釘人嘅車路士中堅 Alex 引出，然後你見到車路士嘅防守咧係完全崩潰嘅。咁理論上咧，巴塞中場基達就趁機插入空位，呢個算係哥迪奧拿現時喺曼城都用緊嘅戰術原型啦。不過呢場希丁克帶領嘅車路士唔介意俾巴塞拉散嘅，因為佢哋係要做到完全人釘人，唔俾空位巴塞嘅球員。咁沙維翻後攞波組織，波利克負責防守，但係就唔會好似而家嘅足球咁積極去逼搶嘅，咁等佢過咗中場先會逼。咁其餘兩個中場，林柏特對巴斯基斯，艾辛對基達，美斯由右邊走到中間迎波，咁中堅泰利呢，二話不說就殺出嚟，唔俾美斯轉身。咁當成功攞到控球權，就傳俾杜奧巴反擊。咁車路士嘅戰術呢，就係咁簡單噶啦，但係要執行呢，係需要高度嘅集中，同埋體能，同埋良好嘅溝通。第二個角度就清楚見到車路士人釘人嘅戰術。咁但係巴塞球員係經常換位嘅，人釘人理論上呢係難以實行嘅，係好容易俾人拉走。咁見到巴塞嘅三中場，頭先講過呢係應該由車路士三中場各自負責嘅。但恩尼斯特嘅至中咧，吸引咗林柏特嘅注意，咁令到沙維冇人看管，咁亦都係巴塞戰術嘅重點目的啦，令到對手防守錯配。咁呢個時候，林柏特回後望，檢查禁區頂嘅位置，咁沙維係仲未從後插入嘅，所以繼續咧就 mark 住恩尼斯特。咁好快到波利克向後檢查防守嘅位置，發覺沙維冇人看管。咁佢立即大踏步跟上，塞翻住禁區頂嘅位，跟住沙維就只能轉邊俾美斯啦。咁美斯喺右邊拉走艾殊利高爾，
車路士閘同埋中堅之間呢就有空位啦。丹尼爾艾維斯呢就高速從後走入 half space， 但係負責防守佢嘅馬魯達呢亦都跟到足嘅。咁再仔細留意下林柏特嘅工作啦，佢不單止純粹盯人，咁仲會不時向後望去遮線，減少巴塞嘅選擇。咁因為基達同埋沙維呢就各自拉開，將波利克同埋艾森都拉走嘅。恩尼斯達又走過嚟中路 overload 車路士嘅中場，中堅亞力士指住恩尼斯達表示佢冇人看管，咁佢就猶豫緊應唔應該由佢去跟呢？咁林柏特就舉手表示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， 唔使急嘅，佢會去遮線，唔使咁快殺出嚟。咁所以頭先林柏特第一下遮線呢係避免咗直接傳俾恩尼斯達，係成功 delay 咗巴塞嘅攻勢，為隊友 buy time 補位嘅。咁車路士防線就因為亞力士稍稍失位，所以中間穿咗啦。咁基達係想趁機走入中間嘅空位嘅。咁試想像頭先林柏特係冇遮線，個波直接傳到俾恩尼斯達嘅話呢，亞力士呢就需要立即懟上去阻止，失位會更嚴重之下呢，防線嘅空位就超大啦，就更加容易送出直線俾基達。咁而家亞力士個位呢，就起碼遮條線，角度更窄呢，難度係較高嘅。咁車路士進攻就好簡單啦，大腳長傳揾杜奧巴，因為哥迪奧拿就用上爺爺托嚟打中堅，咁所以高波上呢係難以同杜奧巴抗衡嘅。杜奧巴身邊嘅馬路達、安力卡或者林柏特呢就準備接應二傳，咁成功接應之後呢，就可以將戰線瞬間推到巴塞嘅後場，然後艾森一腳世界波就助車路士領先啦。咁車路士早領先之下，當然更有火去防守啦。兩隊嘅中場呢都繼續緊貼，左右中場對左右閘，保辛華對伊杜奧，美斯至終由中堅亞力士去負責。林柏特就繼續喺中間邊留意後面邊進行遮線，避免巴塞一步到位嘅。咁可以再細心留意亞力士同埋泰利係一直溝通緊點樣去處理美斯嘅。咁究竟亞力士使唔使去晒呢？然後泰利就留意到保辛華跟住伊杜奧入咗中間，咁填咗中間中堅嘅空位，艾森又退後去咗右閘位，咁泰利呢就叫亞力士可以放心去跟實美斯，咁艾森呢最後就成功拍甩咗基達個波，咁車路士前場呢就得杜奧巴一個啦，所以巴塞嘅中堅呢係會有空位去帶波推前嘅，但係只要一過半場呢，恩尼斯特喺中間出現，林柏特、亞力士、艾森都準備隨時夾擊。咁傳俾沙維，波利克右道，美斯走入中間，泰利有抱住，林柏特亦繼續喺中間移動去遮線補位。咁巴塞呢係難以從中路進攻嘅，即使勉強傳俾恩尼斯達腳下，車路士一隊中堅同時殺出去給予壓力，個波到中間呢就已經勁多車路士球員包圍啦，咁只能回後再轉邊。咁睇翻巴塞攻擊嘅戰術，都係由右翼拉邊吸引左閘跟隨。咁今次就到恩尼斯特轉過嚟啦，美斯喺中路出現 overload 車路士中場，咁就要動用中堅泰利走出嚟啦。咁可以見到車路士防線呢係有缺口嘅。值得大家留意嘅係恩尼斯特同埋美斯配合之際，泰利係作出判斷，冇殺出去阻止美斯攞波嘅，係反而退後去鬥住最後嘅空位。咁試諗下，如果泰利係殺咗出去，美斯係絕對有能力爆過泰利嘅，所以最後泰利鬥住個位呢，令美斯唔可以全速去推進，可以等隊友回防，最後美斯呢都被逼回後。咁車路士係繼續不斷長傳俾杜奧巴啦，巴塞多次利用恩尼斯達或者美斯嘅自由度去 overload 中路，拉走去中堅，再由基達去入楔，但係俾艾森呢一路 man mark 住，就根本唔奏效。而一直將伊杜奧放喺左邊，原意係應該想拉闊佢防線，再等中堅被拉走嘅時候呢，伊杜奧可以入楔空位，但係都一直俾保辛華 man mark，咁效果都唔大嘅。咁可以見到伊杜奧拉完邊傳翻出嚟嘅時候，巴塞中場基達同埋沙維呢係同時插入禁區嘅，咁就清楚見到巴塞進攻嘅戰術呢，就係拉散防線，然後插入空位，咁同而家嘅曼城呢都幾似嘅。車路士繼續人盯人，邊路3打3，一搶到控球權就立即揾杜奧巴。咁因為巴塞奉行6秒反搶啦，所以你見到巴塞啲球員咧係會蜂擁而上，為咗代表容易失位，
右閘嘅丹尼爾艾維斯失位，令馬路達有大量空位。重點咧係丹尼爾艾維斯飆完林柏特之後呢，佢嘅位置咧係同林柏特平排嘅，但係鏡頭一轉，馬路達攞到波嘅時候，竟然得翻林柏特現身要波，倒傳俾林柏特撞射之際，先見到丹尼爾艾維斯嘅身影。咁睇嚟6秒反搶呢係過咗6秒之後呢，就唔使搶噶啦。咁呢啲防守容易失位嘅缺點呢，到而家嘅曼城呢都仍然見到嘅。左中場馬路達回防回得好深，令恩尼斯達完全冇機會利用 half space 進攻。馬路達完全捨棄位置死跟，咁車路士各自咧都揾到自己嘅防守目標嘅。咁馬路達咧係跟到去清楚指示波利克接手，先至放棄。咁巴塞球員走晒入中間，咁車路士球員亦都自然跟到去中路啦。咁係封晒中間嘅去路嘅。咁要轉到去邊路，由伊杜奧強行撞牆去突破。咁巴塞戰術被封死之下，咁哥迪奧拿就作出調整啦。將伊杜奧從左邊擺翻去正前鋒嘅位置，試圖喺中路增加支點，同隊友走位配合，咁同時增加車路士中堅嘅工作，令到佢哋唔可以輕出去阻止美斯或者恩尼斯達喺中間攞波。咁美斯就繼續走到中路啦，一隊中堅因為伊杜奧而唔敢上前去防守，但係你睇下美斯身邊係邊個？係左閘嘅艾殊利高爾。係完全離開咗位置追到底嘅，但亦都係必要嘅。如果你唔追呢，俾美斯喺中路輕鬆轉身呢，就好麻煩噶啦。咁車路士完全人盯人啦，左右兩閘分別跟住美斯同埋恩尼斯達入到中路嘅，所以兩邊防守呢，就更加靠左右中場去填補，防止巴塞左右兩閘後上。咁去到下半場情況都一樣嘅，冇改變嘅。車路士亦都有黃金嘅機會啦，但係都把握唔到，拉開唔到嘅分數。巴塞都繼續靠同一招進攻，巴塞翼位拉走車路士嘅閘，閘再後上，由車路士嘅翼去追，跟住就出現疑似12碼事件啦。跟住就嗌俾到紅牌出場啦。咁貌似咧車路士會佔優啦，但係同時杜奧巴傷出，令車路士失去反擊嘅支點。咁安力卡咧係完全做唔到同樣嘅作用嘅，咁所以情況咧係依然膠着。咁直到恩尼斯特嘅遠射打破僵局，咁再到最後嘅手球，咁呢啲就留翻第二條片講啦。咁點解當年咁大回響呢？咁真係好大原因係因為車路士真係打得好好。當年車路士一致被睇淡之下，人盯人防守係完全將當時得令嘅巴塞守到一動都冇嘅。首回合如是，今個回合亦都可以話完封嘅。巴塞10射1中，咁就係恩尼斯達最後嗰腳遠射就冇得講啦。車路士球員到尾段真係冇晒力噶啦，咁所以好多人都戥車路士唔抵嘅，話俾球證吹走咗晉級嘅機會。咁10年後睇翻杜奧巴嘅表現喺前邊。真係好似野獸一樣，把握力高，有身形，大隻，夠硬，有速度，又頂得。咁基本上今場咧都係靠佢一個喺前場頂住去製造機會嘅。車路士9射4中目標，亦都比巴塞好好多。咁其次亦都見到林柏特當年已經好有戰術嘅智慧，佢喺中場嘅位置感真係好好，防守、遮線、補位都好到位，反擊嘅時候又可以喺適當嘅時間現身去連接。後上遠射係好全面嘅。咁至於哥迪奧拿10年前受制於人盯人，10年後到今日呢，仍然係受制於人盯人嘅。咁但係咪代表冇進步呢？咁大家睇翻今場嘅分析，其實整體表現基本概念係冇乜點變嘅，都係一樣見到拉邊拉空位、後上插入 half space、反搶等等。但係而家嘅曼城比當年嘅巴塞侵略性係更高、更快嘅。用 half space 用得更盡，係好多高速嘅插入，跟住地波傳中 cut back。咁特別現時曼城兩個進攻中場呢，比起基達同埋沙維就更快更全面。不過當年巴塞有恩尼斯達、沙維同埋美斯，咁嗰種默契配合呢，亦都無人能及嘅，咁搶到唔少嘅分數。咁今場希丁克呢，就用人盯人，盡量減低佢哋用波嘅時間係非常成功嘅，咁基本就廢咗巴塞一半武功噶啦。咁到最後啦，極爭議嘅地方咧就留翻下條球例分析講啦。咁
咁希望大家留言嘅時候呢，就 focus 翻喺戰術嗰度。我哋下條片見。